今天帮您带大家来看的是科沃斯最新推出的 S1 Omni。更重要的是 ，S1 Omni 几乎是塞入了在扫拖机器人上所有你想要的功能，也是目前在扫拖机器人当中整体更加均衡，并且最接近全能的机种。几乎可以说要懒就要懒到底。不过究竟 S1 Omni 在现实环境中的实际体验如何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还是从外观设计看起。可以看到 S1 Omni 采用的是大家熟悉的圆形机身设计。不过以扫拖机器人来说，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 S1 Omni 整体的细节更多，并且采用了更加低调奢华的银黑配色哦，摆在家里简约大方。这边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上盖，可以看到 S1 Omni 的上盖采用的是整片取下的设计，并且透过磁吸的方式固定在机身。不过现在问题来咯，整片的设计好看是好看，也让 S1 Omni 的一体性更强。不过重点是，机器人的上盖不是要常常打开来清理尘盒吗？不是要常常打开来把水箱加满吗？在 S1 Omni 上，你根本很少机会把上盖打开。科沃斯之所以可以很任性的把上盖设计成整片，最大的原因就是，你有看到旁边这个巨大的银色方形吗？没错，我把它称为科沃斯的家。在这个家里面，科沃斯加入自动集成的功能。当机器人的集成盒装满了，系统就会自动把垃圾吸到这个家里面的集成袋，所以你几乎不需要打开这个盖子来把灰尘倒掉。那拖地呢？别担心，这个家一样拥有自动加水、自动洗抹布、自动烘干抹布的功能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怎么把机器人的水箱装满。你只需要把新的水加进这个桶子，然后把这个桶子里面的脏水倒掉，这样就好了。机器人上面的湿抹布你也不用拿下来晒干，科沃斯的家也会用热风自动烘干。话说回来，这一次在盒装的配件上，科沃斯提供了包括2个边刷，采用的是免螺丝就能装上的设计。接着是2个拖地模组，都已经装上了抹布。在科沃斯的家，则是还有2条备用的抹布，以及1支可以拿来清洁的刷子。接着，我们就直接看到 S1 Omni 的本体。在机器人的本体上只有1个按钮，透过这个按钮，你可以开始或是暂停扫拖。其他不重要的按钮，包括了电源开关、重设按钮，这种买来可能就只按1次的按钮，都藏在了盖板下面。而其他的操作按钮都在科沃斯的家，我们等一下细细来说。先来看 S1 Omni 的基础性能。科沃斯采用的是全新设计的风机，达到最高5000帕的吸力，可以说是目前相对强势的表现。不过相对的，当你把吸力开到最强的时候，噪音也是比较大的，实测音量大约落在70分贝左右，建议是外出放着打扫时再使用。一般清扫，尤其是有设定每天定时扫拖的朋友，其实标准模式就很够用咯，噪音就会落在60分贝左右，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集成口部分算是一般扫拖机器人的主流大小，集成盒部分则是有400ml。搭配上 S1 Omni 的家有自动集成的功能，系统会在清扫完成时就把灰尘清空，所以不会有好几天才清一次的问题，所以400ml够了啦。不过这里有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问题，也就是 S1 Omni 的出口，也就是将灰尘从机器人吸到集成盒的出口并不算特别大，大部分使用都没有问题。不过如果是一些比较重或是比较大的垃圾，像是硬币比较重就会吸不出来，或是绑电线的铁丝偶尔还是会卡在洞口，可以定期打开来看一下，看看又收集了多少个硬币，看一下有没有卡住。不过这个集成的吸力也还是蛮够的，目前测试下来都是铁丝卡在洞口，但是灰尘就从旁边的缝隙被吸光了。而在拖地部分 ，S1 Omni 也是高阶的配置，采用的是旋转擦地设计的模组，达到每分钟180转，并且具有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的下压功能，也就是底部的模组在拖地的时候会往下加压，更接近手动擦地。官方公布的数据达到6N， 但是搭配上旋转擦地的功能，一般多天风干的酱油渍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而在拖地功能上，你不用手动把水加到机器人的水箱，当你启动机器人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在水槽内把抹布沾湿，
并且将干净的水加到 S1 Omni 的水箱当中。没错，机器人的机身有一个80ml的隐藏水箱，让 S1 Omni 可以持续出水湿脱。在 App 中，你也可以自由设定出水量，可以选择干一点、一点湿、湿一点，还是湿透了。不过80ml的水箱听起来并不大耶。没错，因为 S1 Omni 并不是一条抹布拖到底，而是每隔一段时间 ，S1 Omni 就会回家把抹布洗干净，再继续拖地。而这个洗抹布的空间，则是透过旋转、加压以及水槽内的凸起物来清洗抹布。所以这个回家洗抹布的时间 ，S1 Omni 也会把水加满，继续奋战。此外，在 App 中，你也可以自由设定回去洗抹布的间隔。最后 ，S1 Omni 在扫地完成回家后，就会自动将集成盒清空，将抹布洗干净。接着，你也不用取下抹布，系统就会自动透过热风烘干的方式将抹布烘干。帮你目前用下来，这个自动烘干的抹布的确就不太会有味道了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。如果比较不放心的朋友，也可以定期拿下来手洗一下。不过应该很多人就会懒到底，直接当耗材换新吧。接着，帮你也实测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。首先，如果你只要 S1 Omni 扫地不拖怎么做呢？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把拖地模组取下，系统就会自动切换成纯扫地模式，切换至吸尘模式。第二，如果家里有地毯会发生什么事呢？ X1 Omni 也有地毯增压的功能，当遇到地毯的时候，就会自动加强吸力，把地毯上的灰尘都吸出来。S1 Omni 如果是在扫拖，也就是启用拖地的情况下，系统会自动避开地毯，不会冲上去，地毯就不会湿了。第三个，月障。S1 Omni 的月障数据是2公分，帮你实测一般的地毯、地垫、门槛，一般来说都是上得去的。不过如果家里是有高低差的地方，就要看过得去，回不回得来咯。最后 ，S1 Omni 的路径规划和避障能力呢？帮你说过，要看机器人的路径规划能力，就要从硬体和软体2个部分来看。先看硬体，大家看到 S1 Omni 凸起的这一块模组，应该就知道这不是2D 的视觉导航。S1 Omni 采用的是 DToF 的测距模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相较起其他 LDS 雷射测距的机种，在环境测绘上会更快，并且更不容易受到不同的环境干扰。重点是 S1 Omni 在地图绘制上是真的快，以一个30平方公尺的空间实测 ，S1 Omni 的快速建立地图功能，只要大约4分钟左右就能完成边缘绘制。而邦尼也透过红外线摄影机实际拍摄，可以看到 S1 Omni 采用的 DToF 加 Ivy 3D 模组，除了拥有更快的边缘测绘能力外，透过 Ivy 3D 的感测模组，也让 S1 Omni 具有立体空间的绘制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 S1 Omni 在建立地图上的速度真的非常快，并且相较起过去的 LDS 机型 ，S1 Omni 除了可以更快的完成空间绘制，也能在第一次清扫的时候就快速扫描家中的家具摆放。如此一来 ，S1 Omni 在后续清扫时就不用重复透过碰撞感知空间边缘，能够更快的完成清扫，并且在清扫时也少了许多碰撞，会更加优雅。而在路径规划上，则是采用目前各家最普遍，也是效率相对更好的 Z 字形路线。S1 Omni 会先绘制空间以及标示障碍物，接着尽可能以直线清扫。而在避障上，这就要提到 S1 Omni 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一次在机身前方还有一套 Ivy 3D 的视觉导航系统。S1 Omni 采用的是 DToF 空间测绘，并且透过 Ivy 3D 强化避障功能。如此一来 ，S1 Omni 除了在空间测绘和路径规划的效率更高，视觉模组也可以一定程度的辅助避障。邦尼实测，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S1 Omni 的路径是非常优雅的，你几乎看不到它在家里横冲直撞的画面。只要前面有东西，机器人就会慢下来，最后轻轻的碰一下试探。而像是袜子、拖鞋这种视觉模组可以辨识的物体 ，S1 Omni 都会精准的避开，尤其是袜子。可以做到几乎不碰到，其实也不是怕它撞着跑，而是如果卡在吸入口，后面就整个白扫了。而像是瓶子、延长线、塑胶袋这一些，系统还是会试探性的碰一下，但不会直直的往前撞，
最有趣的是瓶子 ，S1 Army 更是会围着转一圈清扫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宠物的制造物 S1 Army 目前是无法辨识的，所以家中有毛小孩的话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蛮有趣的是，障碍物辨识的功能在黑暗中也是可以达成的，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袜子在关灯下一样不会碰到哦。顺带一提 ，S1 Army 的机身高度落在10公分左右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。接着，邦尼也带大家看一下 App 操作。科沃斯的 App 整体功能还是比较完整的。首先是 App 最重要的地图功能 ，S1 Army 最多可以记忆3张地图。你可以点击地图管理的选项，就可以看到目前的所有地图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，邦尼建议打扫一下家里，并且把家里常用的门都打开，或是调整成家里比较常态使用的状态。原因是，如果空间差太多，机器人就会认为它在不同的空间，下一次地图就会被重新建立。好，当你完成后，就可以按一下右上角的快速建立地图 ，S1 Army 就会透过 DTOF 的模组，快速的测绘每一间房间的地图，并且在第一次打扫完成后，就会明显感受到 S1 Army 之后的打扫速度快上非常多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备份或是还原地图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点击已经记忆的地图，画上虚拟边界，分割空间，或是合并空间。有一个小功能是，你可以更改每一个房间的称呼，之后你就可以透过 OK Eco 的语音功能控制机器人，帮你稍后会提。接着，你会看到 App 有3个主要项目，分别是区域、自动以及自定。先说区域，简单来说，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或是多个你要打扫的空间，并且启动打扫。而在自动模式下，系统则是会自动辨识不同的空间，自动选择最适合那一个空间的打扫模式，例如房间扫1次，然后客厅扫2次等等。如果想要更细节的设定也可以，在下面你可以直接选择你要扫几次，吸力多强，拖地水量多少。最棒的是，你可以选择清扫顺序，看你要从哪一间房间开始扫都是可以设定的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你甚至可以在 App 中点击自定，接着你就可以设定每一个房间打扫几次，这个房间的吸水强度、拖地的出水量也是可以自定调整的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在 App 中选择拖布清洗的时间间隔、拖布的烘干时间、地毯提升吸力、自动集成，以及是否开启断点续扫，也就是低电量后自动充电，充饱后继续清扫。邦尼也实测在 15% 的时候就会返回充电。此外，你也可以设定请勿打扰，在指定的时间关闭麦克风以及灯光。在 App 中，你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模组的使用状况，掌握耗材更换的时间点。而如果机器人在家里，你可以按一下在充电座上，就可以看到水是否还够或是已经满了，并且手动清空集成盒、清洗拖布、开始烘干等等。S1 Army 还有2个特别的功能，分别是巡逻功能以及语音助手。简单来说，巡逻功能就是你可以操控机器人在家里走动，并且透过 IV 3D 的镜头当成监视器看到家中的画面。而语音助手则是可以透过 OK Eco 控制机器人，像是快速建立地图、返回充电等等。OK Eco， 我在这里。快速建立地图。OK， 开始快速建立地图。如果新地图。不过目前邦尼手上的版本尚未完整支援，只能使用到一些简单的功能，这部分可能就要等待后续官方更新再详细来测。最后，邦尼也实测一下 S1 Army 在各种情境下的实际表现。首先是在相同环境下的开灯扫地时间测试，在纯扫地模式下，总共花费了34分42秒左右完成扫地。而在同样环境下的扫家拖模式中，则是花费了42分07秒，主要是多了机器人来回清洗拖布的时间。不过这边需要注意的是，在 App 中的完成时间会跟扫地一样是34分钟左右，主要是 App 中不会把来回清洗的时间计算进来。而在关灯全暗示下的扫家拖测试，也是花费了42分钟左右完成。可以看到 S1 Army 的路径规划并不太会受到光源影响。而在续航力部分 ，S1 Army 搭载了5200毫安时的电池，
在100%到15%的电力测试中，大约可以完成2次30平方公尺的纯扫地，加上2次同样空间的扫家拖，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蛮够用了。而若是家里空间再大一点的朋友，S1 Omni 电量降到15%的时候会需要返航充电。邦尼也实测了一下，15%到100%的充电时间大约需要5个小时又59分钟。最后，邦尼也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另一个大重点。也就是科沃斯的家，机身顶部拥有3个按钮，左边第一个按钮是科沃斯的家清洁按钮。简单来说，按下去之后，系统就会自动注水到洗抹布的托盘中。你也可以搭配刚刚的那一只刷子，简单的清洁这个水槽。清洁完成后，只要等一下，系统就会自动把脏水重新吸回污水槽当中。唯一会被水弄脏的，也只有这个托盘。所以自清洁的设计可以让你不用还要想办法把污水槽洗干净。第二个按钮就是启动或是暂停扫地，最后一个按钮则是可以把扫地机器人叫出来，让你可以清洁内部，或是从远处请机器人回家。顺带一提，这些按钮都是可以远端与机器人沟通的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用蹲下来去按机器人身上的按钮，透过这个基站就可以控制机器人。接着，我们将上盖打开来，这边就是放置水箱的空间，右边是清水箱，可以搭配官方的清洁液使用。左边的是污水箱，也就是回来洗抹布或是清洗基座的水都会回收到这里来。空间是蛮大的，通常来说，每天扫拖一次的话，应该可以1周一换。如果没水了，或是污水箱满了，也都会跳出通知来提醒你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的充电座有一个银离子的除菌模组。根据官方公布的资讯来看，可以从清水开始，一路到抹布、地板，甚至废水回收，都可以达到99.9%的除菌效果。邦尼也实际体验了一下这一桶，放了1个礼拜左右的污水，的确没有明显的臭味，包括拖布也是。但很仔细闻，还是会有微微的灰尘味。如果家里有机器人或是吸尘器的话，应该多少会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哦。此外 ，S1 Omni 的集成空间，只要轻压一下开孔的按钮，就会自动弹开。打开后就可以看到集成袋，装满后就可以整袋丢掉，所以是耗材。比较贴心的是，你在抽出来的时候，纸片就会直接挡住洞口，避免灰尘跑出来。整体来说，这一次科沃斯推出的 S1 Omni 几乎是将目前市场上大家喜欢的扫拖功能都塞进来了。扫地吸力达到5000%，可以更好的覆盖墙角边缘和地毯的清洁情境，并且具有自动集成的功能，只要定期丢掉集成袋，用起来还是很舒服的。路径规划和避障上，采用 DTOF 加 Ivy 3D 的解决方案，也是目前更加优势的空间测绘硬体。拖地部分下压、旋转擦地、自动清洗抹布、自动补水、清洗水槽、自动烘干的功能也全部都有。整体来说 ，S1 Omni 真的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接近全能的扫拖机种。当然，关于所有的实测项目，邦尼在这集的节目当中也都尽量测到了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邦尼没说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集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